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次咱们评测和拆解了一个酷泰科30瓦电能快充电宝，这次搞了一个大的酷泰科15号电能棒，2万毫安，这个也是口碑很好的一个大功率的充电宝，它单口输出可以达到120瓦的功率，总输出功率的话是150瓦，性能是非常强劲的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，点赞投币走起！谢谢大家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，有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咱们一如既往，先测试各种数据，后拆解展示用料的情况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开箱。15号电能棒的包装，黑色的主色调，这里是酷泰科移动电源的标识，酷泰科的英文 logo， 中间是充电宝的实拍展示图片，150瓦的标识，2万毫安的标识，背面也是一张实拍图片，中间是它的规格信息、条码信息。这是一本说明书，这边是中文，这一面是英文。装充电宝的袋子也是一个环保的材质的。拿出15号充电宝，第一手的感觉是很有分量的，整体深空灰色的色调。这里有电量显示屏幕，这边是一个功能按键，这边是2万毫安的标识，酷泰科15号的标识。背面为一块有防滑浮雕纹理设计的黑色面板，这个可以起到防滑又耐磨的作用。上面有可以带上飞机的标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信息，这里是充电宝的名称，多口输出参数 Type-C 一口最高120瓦， Type-C 2口最高33瓦， USB-A 口的话最高也是33瓦，额定能量 71.5 瓦时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典型值73瓦时，锂离子电池，不要扔向垃圾桶。3C 认证信息，3C 认证的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可循环锂电池，循环5年，这是防火标识。这边是酷泰科的英文 logo。连包装盒的重量546.5克，连数据线和充电宝一起的重量是486.5克，单充电宝的重量是455克。这一根1米长的数据线为31.6克。这个充电宝的整体高度大概就是165毫米，它的宽度为57毫米，厚度为40毫米。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进入老化测试，进行5次充电放电循环，这样可以看一看它的转换效率究竟有多高。充放电循环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里面有56的电量，我们要把它放干净，然后再进行第一次充电。我们第一次充电用这个140瓦的酷泰科15号充电器来充，现在的输入功率在70瓦左右，我们把它充满。咱们第一次充电充进去电量 74.1 瓦时，充电耗时2个半小时。这是咱们第一次放电，放出电量 58.8 瓦时，1个小时就放完了。第二次充电，我们用这个联想的140瓦给它充电。这个联想的充电器，它的功率也可以到70瓦左右。咱们这一次充电充进去电量 73.7 瓦时，充电耗时2个小时。咱们第二次放电放出电量大概 60.7 瓦时左右，放电时间跟第一次放电时间是差不多的，50多分钟。我们这一次用这个酷泰科电能卡片来给它充电。咱们这一次充电充满了啊，充进去电量 75.19 瓦时，充电耗时2个小时。咱们这一次放电放出 64.5 瓦时的电量，放电时间1小时48分钟。前面2次放电我们都是用的65瓦的功率，这一次放电我们用的是36瓦的功率。我们这一次充电也是用15号的140瓦充电器充的，充进去电量76瓦时，我们这一次放电就用100瓦的功率给它放电。这一次用100瓦的功率放电，放了 58.3 瓦时的电量出来。这是咱们第5次充电，充进去电量 72.2 瓦时，充电耗时1小时45分钟。咱们这第5次放电放出电量是61瓦时，放电时间42分钟。我们是用100瓦的功率在放的。从我们这5次充电放电的循环来看，这个电池的能量，它的转换效率都是非常高的，超过了 82%，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种转换效率啊。现在咱们已经把电充满了，我们来试一下它能给几个手机把电给它关满。我们先用小米的手机来测试。手机的实际充电测试之前，我们先看看它的协议支持的情况。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 Type-C 一口支持的协议， PD 3.0 的100瓦，一共是5个档位，最高档位25 5安的100瓦，然后这下面还有小米的私有协议100瓦， PBS 5至11伏的5安， PBS 5至20伏的5安，
然后这个 DCP 就是基础功率，这个是它 Type-C 2口支持的情况 ，PD 3.0 的30瓦，有3个档位，最高档位是12伏 2.5 安30瓦功率，然后 PPS 有5至11伏的3安。这是 USB-A 口它的协议的情况，它支持 UFCS 的融合快充 5.5 至11伏3安，最高33瓦功率。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 至12伏，然后 DCP 这是个基础功率。手机的实际充电测试，我们先用这一个红米的 Note 13 Pro 加，这个手机的功率可以支持120瓦。现在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，现在是它的实际功率可以达到93瓦的真实功率，这是开启了120瓦的超级闪充。这个红米的手机已经充满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最高功率93瓦的功率持续了2分钟，然后降到83瓦充了1分钟，再降到70瓦充了1分钟，然后降到50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的充了几分钟，总共充电时间36分钟，这个功率是非常高的啊。从100%的电充到现在还有66%的电，我们再拿一个手机来再继续充电。这个手机是 vivo 的 iQOO Z7， 这个手机是支持融合快充的，现在也是没有电的状态，它启动的是 UFCS 的融合快充，充电的时候也会显示 vivo 的闪充标识。咱们这一个 iQOO Z7 电已经充满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啊，总共充电时间50多分钟。最开始的时候从21瓦的功率到充到 95% 的时候，它竟然涨到了26瓦的功率，逐渐上涨的一个趋势，这个功率还是挺不错的啊。现在这个还有 29% 的电量，我们再来充一个红米 Note CT Pro， 这个也是5000毫安的电池。现在这个手机还有 25% 的电量，直接启动67瓦的超级快充，已经充进去 98% 的电了啊，充了40多分钟时间，电都充满了，还有 5% 的电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峰值功率的时候它有44瓦，然后降到21瓦，充了几分钟，然后又涨到40瓦的功率，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，这是米家的私有协议。我们从曲线图可以看到，充第一部红米手机释放出 21.99 瓦时的电量，从 iQOO 的 Z7 它放出 20.11 瓦时的能量，然后这一部手机放出 16.2 瓦时的能量，3次加起来也是50多，接近60瓦时的能量，这个能量的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的。3部手机的电池都是5000毫安，一共15000毫安，把它充满都是没问题的。这个15号电能柱也叫充电宝吧，前面的测试我们都测完了，现在就是测试它的最关键的一个数据，也就是文波输出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空载文波，现在是5伏的空载文波，最高10毫伏，9伏的空载文波也是最高10毫伏，12伏的空载文波一样的没变，15伏的空载文波也没有变，20伏的空载文波也只有10毫伏。现在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宝的负载文波，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也只有10毫伏，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文波也只有10毫伏，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也只有10毫伏，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也只有10毫伏，20伏3安6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也只有10毫伏。这个文波酷戴科的东西真的是做工非常好啊。这是这个充电宝它的20伏5安10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的情况大家看一下，最高的时候20毫伏，一般的都是在10毫伏左右。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控制是我测过的充电宝里面控制的最好的啊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这一个酷戴科的15号电能柱，从这一轮测试下来，5次充放电循环，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它的电池能量的转换效率可以超过 80%。实际充电测试，随便的充3个5000毫安的手机没问题。然后就是它的文波，就是衡量一个充电宝质量最重要的标准，它可以做到20毫伏最高，不管你给什么设备充电，它不会伤害你的设备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。我们的频道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咱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15号的电能柱，让大家看一看文波控制如此极品的一个充电宝它内部的用料的情况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